有些愿望你在心里藏了很久，有些梦想你反复描绘，却始终不敢踏出第一步。你告诉自己，等我准备好再说，等我更有自信一点再开始，等我更有条件、更成熟、更完美。可是亲爱的，你有没有发现，这些等待从来没有真正让你靠近那个你想成为的自己。你不是真的不知道方向，你是不敢相信自己可以。你不是没有能力创造你想要的生活，你只是还不相信那样的生活真的值得属于你。你以为是世界还没给你机会，但其实是你还没给自己允许自己梦想，允许自己渴望，允许自己选择一条更贴近灵魂的路。因为你一直在观望，世界会不会接纳我？他们会不会认同我？别人会不会看见我的价值？但真正的魔法是反过来的，不是世界先看见你，而是你先选择相信你自己。当你开始相信，宇宙才有空间开始运作。那份相信是你发出的震动讯号，是你对生命说，我准备好被支持，我准备好承接丰盛，是你对未来说，我愿意打开自己，我愿意成为那个活出爱与可能的人。这种信任不是盲目，也不是强迫，而是一种来自内在深处的回应，对自己灵魂的回应，对生命邀请的回应。你不再把未来的幸福当作偶然，你开始把它当作必然的结果，因为你相信自己的存在就是值得爱，值得被支持，值得创造。你开始敢于踏出一步，不再等所有条件完美，你开始愿意尝试，不再因为害怕失败而放弃，你开始给出爱，给出信任，给出行动，不再只想着有一天，而是让这一天从今天开始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机会开始靠近你，贵人开始出现，宇宙开始以各种你想象不到的方式回应你的相信。不是因为你变了谁，而是你终于开始对齐你真正的本质。那个有光、有力量、有使命的你一直都在，只是被怀疑暂时遮住了。一旦你选择相信自己，所有你曾以为遥远的可能都会开始转动，开始聚焦，开始走向你。所以，亲爱的，请你从今天开始，不要再等谁先看见你，先肯定你，先选择你。请你先看见自己，先肯定自己，先选择自己。因为当你开始相信，一切才会开始相信你。宇宙才会说，终于，你准备好了，我们一直都在等你。有时候，你会感觉自己像被卡在某个看不见的空间里，所有事情好像都停滞了，你再怎么努力显化，再怎么祈求改变，再怎么正向思考，现实依旧毫无回应，像一面冷漠的墙，听不见你的声音，也映照不出你的期待。你开始怀疑，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？是不是我频率不够高？是不是宇宙没在听？但亲爱的，频率卡住，不是因为你不够努力，也不是因为宇宙没有回应，而是宇宙在等你说实话。不是你对外说了多少正面语句，画了多少梦想蓝图，而是你对内是否真诚地面对了自己的感受。你是否还在微笑着说我很好，其实心里一片疲惫与委屈？你是否一边说我已经放下了，但夜里还是忍不住想起那些没说完的话？你是否一边说我相信宇宙，却在行动里透露出怀疑、焦急，甚至绝望？你可以欺骗别人，但宇宙从来只听你内心的频率，而那份频率是由诚实构成的。真正的诚实，不是把所有的痛都说出口，而是你愿不愿意对自己承认，我还在受伤，
我还在害怕，我还没有放下，我还不确定，我还在等待，我还没准备好原谅。这些不是弱点，这些是真实，是真正通往疗愈的起点。当你敢说实话，频率才会真正松动。当你承认，其实我好想被理解，但我不敢开口。当你愿意承认，我还在乎那个离开的人。当你说出，我假装没事，是因为我不想再被丢下，那一刻，你的内在会深深震动，宇宙也终于接收到你真正的讯号。因为只有你真实的回到自己，宇宙才能真实的走向你。显化不是演出一个完美的角色，而是与你最深的诚实同频。频率卡住不是坏事，它只是提醒你，你正在与某部分的自己失联。宇宙不是要你装得更强，笑得更开，爱得更大，它只是想知道你能不能回来，说一声真心话。你不需要等一切都解决了才说实话，你只需要在当下对自己诚实。我现在很乱，但我愿意感受。我不知道答案，但我愿意停下来听。我还在痛，但我愿意陪自己穿越。那一刻，你会发现，那堵墙开始裂开，光一点一滴渗了进来，不是因为你做对了，而是因为你回来了。回来不是退步，是复位，是灵魂与宇宙重新对齐的神圣开始。请记得，宇宙从来不需要你伪装完美，它只是等你说出最真实的你。那一刻，卡住的频率自然会松开，一切会再次流动，回到你本该拥有的爱与丰盛里。你是否也曾这样站在梦想的门口，看着眼前的可能性，心跳加速却迟迟不敢前进？你想要爱，但却习惯说我一个人也很好。你想要被看见，却在每次机会靠近时后退一步。你说你想飞，但双脚始终贴着地面。你说你渴望自由，但手指却紧握着熟悉的痛。你以为你离那些想要的事物很远，以为还需要时间、条件、机会、许可，但其实那些你心中渴望的一切，从来不在远方，它们就停在你的生命边缘，只是你还没敢真正伸出手去触碰。你会问自己，我真的配得拥有吗？如果我拥有了，是不是很快又会失去？如果我失败了，那是不是代表我真的不够好？这些问题像无形的锁，绑住你靠近幸福的脚步。你在内心一次又一次演练最坏的剧情，却很少让自己勇敢想象，如果我成功了的版本。因为你早就看见那道门微微开着，只是你还没相信自己有走进去的资格。但亲爱的，宇宙给你的渴望，从来不是为了惩罚你、捉弄你，它是为了指引你，靠近你真正的生命路线。你会想要，是因为你本来就配的；你会渴望，是因为你本来就准备好了。你不需要完美，也不需要被谁肯定，你只需要允许自己伸出手，允许自己说我想要，允许自己说我准备好了，允许自己说我不再逃避，我愿意走上前去。当你愿意伸出手，你会发现那扇门其实早已为你敞开，那个梦想也没有你想象中那么遥不可及，爱也没有你以为的那么难被接住，丰盛也从不是遥远的未来，而是你当下的选择。伸手不是贪心，也不是不够谦卑，而是一种信任，一种你对生命说我愿意接收的讯号。请记得，你不需要再等谁来肯定你的价值，你本来就值得活在爱里，被支持，被看见。你不需要再说服自己，我再努力一点就好了，你已经够好了，只是你还没允许自己相信。而当你真的伸出手，你会惊讶地发现，你要的从来不远，只是等你一步一步靠近那个不再怀疑自己的自己。
请你现在就问问自己，我还在犹豫什么？我还在等谁给我许可？然后轻轻地对自己说，我就是我要的那个人，现在就是我选择的时候。因为你真正渴望的，不只是那份结果，而是那个终于敢为自己伸手的灵魂。那个灵魂现在正在醒来。有些人来到你的生命里，不是为了陪你走一辈子，而是为了让你学会一件事，你一直在为了留住他们而推开你自己。你以为爱是一种忍耐，所以你学会沉默，不说话，不麻烦，不期待，只为了换来一点点温柔，一点点回应，甚至只是不要被离开。你为了不被丢下，把自己缩成对方喜欢的样子，你为了维系关系，把情绪藏进深夜的枕头里，你以为这样就可以换得安全感、归属感与被爱的可能，但最后换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推开、忽视，甚至冷漠。每一次你被推开，你都会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够好，不值得，太难搞。但你从没发现，真正让你痛的，不是他们的离开，而是你在为了留下他们的过程中，慢慢推开了自己。你不再表达真实感受，你不再照顾自己的需求，你不再站在自己这一边，你一次次放低底线，调整姿态，压抑渴望，只为了迎合一段关系的平衡。可亲爱的，真正爱你的人，不需要你为了留住他而离开自己。而真正爱的开始，也从来不是忍耐自己来换得他人的停留。那些推开你的人，其实是一种提醒，提醒你该回来看看自己了，提醒你不是你不值得，而是你还没把自己的爱放在第一位，提醒你从今以后，你要学会选择，不再为了谁而遗弃自己。每一个让你痛的拒绝，都是灵魂在拉你回家，每一个让你怀疑的失落，都是宇宙在让你看见，你从来都该是你自己最坚定的选择。你曾以为爱是我可以为你改变，但你会慢慢懂得，真正的爱是我选择不再为了谁而背叛自己。当你开始把自己找回来，开始不再迎合那些让你耗损的连结，开始愿意说出我不喜欢，我不愿意，我累了，你会发现世界开始调整频率，那群不愿理解你、不珍惜你的人会自然离开，而真正对你有共鸣的人才会开始靠近。这不是失去，这是重整，这不是拒绝爱，是为爱重新定义方向。所以，如果你现在正经历一段关系的推开、冷落，甚至断裂，请你不要急着怪自己、责备自己或拼命挽留。请你静静地问自己一句：我是不是又忘了把自己放在心上了？你会发现，真正需要你拥抱的，不是那个离开的人，而是那个一次又一次推开自己，只为换得一点点爱的你。现在，轮到你回来了。轮到你说，我不再为了谁遗弃我。轮到你用最温柔的力量，牵起自己的手，重新选择。从今以后，我只往有我的地方去。未来会是什么样子，从来不是写在星盘里，也不是藏在塔罗牌的隐喻中。未来的样子，其实就藏在你每一刻的感受里，藏在你现在如何回应当下，如何看待自己，如何经历这一刻生命的方式里。你以为未来是一个目的地，只要努力够多，计划够好，选择够正确，就能抵达那个梦想的版本。但你忘了，真正创造未来的，不是行动本身，而是行动背后的那个情绪频率。当你以匮乏的感觉追求丰盛，你吸引来的永远是更多的不足。当你以焦虑的频率渴望改变，现实会回应你更多让你不安的变动。当你在恐惧中努力前进，每一步看似坚强，却都在远离你真正渴望的那个自己。亲爱的，请你放下对未来的控制欲，
而开始回到这一刻，问问自己，我现在是用什么感觉在生活？是压力？是害怕？是不信任？还是紧绷？还是你开始愿意选择？即使不完美，依然可以感谢；即使不确定，依然可以呼吸；即使还没到达，依然可以喜欢现在的自己。因为你如何感受当下，就是你对宇宙发出的邀请卡。那份感受不是情绪的结果，而是创造的起点。当你在当下的每一步里选择与宁静、信任、喜悦共处，未来也会回应你更多的流动，更多的支持，更多让你笑着迎接的可能性。未来从不是等你变好了才出现，它是当你开始用心对待现在，它才会慢慢靠近，慢慢打开，慢慢长成你灵魂真正渴望的模样。所以，请你停止那种等我瘦下来，等我有钱，等我不焦虑之后再快乐的逻辑，因为当你把快乐往未来推，未来也会把幸福延后。真正的转变是你愿意相信，我可以先快乐，哪怕一点点；我可以先放松，哪怕只是深呼吸一口气；我可以先喜欢现在的自己，即使还不完美。这种频率的选择，就是命运开始靠近你的证明。当你开始用平和看待混乱，用爱包裹缺口，用勇气陪伴恐惧，你就在重新书写你未来的样子。你未来的生活，不是某一天的奇迹，而是你一点一滴活出来的感受。它从现在这一刻开始，从你的每一个怎么感受开始。请你记得，你就是未来的源头，你的感受就是你的创造。你怎么拥抱此刻，未来就怎么拥抱你。你总是那么努力，努力改变自己，努力显化愿望，努力追上时间，努力维持一切的稳定与秩序。你列下清单，设好目标，强化信念，加快脚步。你不允许自己松懈，不容许任何错失，生怕一停下来就会错过什么，失去什么，或者回到原点。你以为必须持续地做，才能换来想要的未来。你以为只有足够用力，宇宙才会听见你。但亲爱的，宇宙从来不是在等待你的速度，它在等待你停下来。你停下来的那一刻，宇宙才终于可以开始行动。不是你不够努力，而是你的努力里藏着焦虑。不是你没有愿力，而是你一直不敢放手交付。你把所有希望握得太紧，连奇迹都找不到缝隙可以进来。你不停地想，我要怎么做？还缺了什么？为什么还没发生？这些问题让你离当下越来越远，让你忘记，创造从来不是头脑的事，是频率的事。而频率永远无法从紧张中诞生。当你终于肯停下来，不是代表你放弃了、懒惰了、失去了责任感，而是你选择相信宇宙可以接手了。你开始松开对结果的执着，松开对时辰的焦虑，松开那种非得如此不可的控制感。你在这份停下的空间里，开始回到自己。你听见身体的讯号，看见情绪的波动，你终于愿意问自己，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？我现在能怎么支持自己？如果我相信自己已经够好，我会怎么选择？当你这么问，当你停止奔跑，开始聆听，开始等待，宇宙就会从四面八方回应你。不是你不做什么，而是你不急着做；不是你什么都不管，而是你开始交托；不是你放弃创造，而是你给出空间，让宇宙的奇迹开始流入。宇宙的语言不是逻辑，是震动，它不是被你的拼命打动，而是被你的信任打开。所以请你记得，当你愿意坐下来，停下来，
安静下来，不再追问，不再比较，不再怀疑，你就让自己回到一个与宇宙同频的状态。那时候，所有的等待都会变得有意义，所有的慢都会变得刚刚好。因为宇宙不是在你冲刺的时候运作最快，而是在你深呼吸，打开双手，说一句我相信的时候，开始为你调整、安排、铺路。真正的显化不是做更多，而是对的时刻愿意停止。然后你会发现，你不用一直跑，宇宙已经在替你奔走。你真正要学会的不是更努力，而是更相信。而这份信任，从你停下来的那一刻开始，就已经启动了一切的改变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